2月18号那天，芒果台的录影棚里，谁也没在意一个细节：4对人马混战正欢，答题、跳舞、罚水，一片吵闹。直到镜头扫过白敬亭和张若楠的手腕，两人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，一模一样的手链。没有人安排，没有人提醒，可就是这样巧。后来大家才反应过来，这不是巧合的开始，是巧合的延续。南红这部剧，你可能听过它的成绩，开播就创下站内热度指数破万的最快纪录，同时拿下腾讯、爱奇艺、优酷3大平台的一番认证，登上 Netflix 全球第6。原著作者主演的这部小说，讲的是温以凡和桑延这对少年时期彼此错过的旧同学，多年后阴差阳错合租在一起，从陌生到靠近的故事。先说说这两个人，各自都不是一夜之间被看见的。白敬亭1993年出生在北京怀柔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是出租车司机。他学的是录音艺术，弹得一手好钢琴。20岁出头，因为《匆匆那年》里的悄然一角被观众记住。那之后整整11年，从旋风少女到天盛长歌，从青春剧里的阳光少年，一路演到古装剧、职场剧里越来越复杂的角色。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牢牢握住自己的事业方向。到了南红，他已经是第一个在3大视频平台都拿下站内热度破万成绩的男演员。张若楠的路完全不一样，他不是科班出身，大学学的是平面设计，闲时兼职做服装模特。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，一位电影制片人在照片里看中了他的气质，邀他去试镜，从此走进演艺圈。没有童星光环，没有资源铺路，他一步一步从配角走到女主角。2024年第一次站上央视春晚的舞台。白敬亭这些年也没闲着，他是卡地亚、路易威登、范思哲这些国际品牌看中的面孔。2019年就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，个人蜡像还进驻了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。这样一份履历放在那里，按理说他早就见过太多合作搭档，很难再对哪一次合作格外上心。但南红不太一样，这部剧上线之后，很快在豆瓣拿到 5.4 的评分，成为2025年第一季度优酷平台最受欢迎的剧集。故事讲的是温以凡带着少年时期的伤痛回到家乡，和曾经暗恋过的桑延重逢，两个人从躲避到靠近，最后桑延用行动把他从旧日阴影里一点点拉出来。这种与 quote 少年暗恋多年后治愈式重逢与 quote 的设定本身就戳中了很多观众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一个已经在行业里扎根11年，一个刚刚在观众心里立住脚跟。按理说，这样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凑到一起，最多是敬业的搭档关系。但南红拍完之后，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。3月1号，你好，星期六录制现场，好六街变成了好六中学，南红剧组集体空降。第一轮课间跳舞环节，别的搭档还在手忙脚乱的对暗号，白敬亭和张若楠已经默契的跳完了整支舞。那种熟悉感，像是把剧里桑延和温以凡的相处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现实里。之后的默契游戏更明显，答题环节，两人给出的答案一字不差。做动作的时候，两人不约而同地趴在桌子上偷笑，连表情都长得一模一样。有观众后来翻出剧宣期的合影反复看，发现两人站姿都出奇的一致，不是刻意摆的，是身体记住了对方的节奏。跳高踢板挑战，白敬亭第一个上场，轻轻松松踢断了2.6米的道具板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半点犹豫。而在整场游戏里，他对张若楠的照顾藏在很多不起眼的小动作里。泼水答题的时候，他伸手替他挡水，一次又一次；跳八音和舞蹈的时候，他的手始终包着他的手，像是生怕他一个不小心摔倒。到了最后的才艺环节，两人合跳了一支 Trouble Maker， 那种化学反应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，现场的粉红泡泡几乎要溢出屏幕，连坐在台下的何炅老师都忍不住带头起哄。评论区当时就炸了，有人说这哪是在录综艺，这分明是桑延和温以凡在现实里续了一集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份默契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份属于南红的温柔。其实早在南红正式开播之前，剧方的宣传节奏就已经在悄悄铺垫这份默契。定档消息放出的那几天，网上就已经开始讨论两位主演的 CP 感，
等到2月18号正式播出，热度几乎是踩着点就冲了上去。这种与 quote 未播先热与 quote 的势头，在同类型剧集里并不多见。播出之后，两人的互动也没有随着宣传期结束而降温。南红剧终之后，业内不少人提到，白敬亭和张若楠彼此都会去支持对方后续的作品。1年多的时间里，这种互相与 quote 包场与 quote 式的支持一直在持续。有观众评价说，这才是合作伙伴该有的样子，戏拍完了，情分没散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与 quote 南红与 quote 这个剧名后来在网上被玩出了新的意思。桑延这个角色本身设定就是与 quote 南红与 quote， 很多观众看完剧会不自觉地把角色的性格套在演员本人身上。先入为主觉得白敬亭大概也是这样清冷不好接近的性子，但据剧组花絮和公开采访透露的细节来看，事实完全相反。他会主动去看弹幕，找观众的真实反馈，发现自己精心设计的表演细节被认出来的时候，会非常开心。这种认真较劲的态度被网友调侃成与 quote 难哄的桑延，其实是最好哄的白敬亭与 quote。但说真的，我们没必要给这份默契强行贴上标签。张若楠自己在采访里说得很实在，他说和白敬亭合作之后才发现，他是一个很谦逊、很有分寸感的人，对待工作认真又专业，拍着拍着，两人对戏也越来越自然生动。这句话听着不算轰轰烈烈，却比任何糖分都真实。好的默契，从来都是在专业和信任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被这种与 quote 戏里戏外都心疼与 quote 的默契打动过？真正让这份感情落地的是南哄大结局那天，白敬亭和张若楠没有用台词收尾，而是坐到钢琴前弹唱了一首歌，五月天的任性。没有华丽的转场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像是把这几个月的相处都揉进了这一首歌里。其实这不是白敬亭第一次用音乐表达心意。剧集播出后，他专门翻唱了片尾曲《隐形人》，改编自孙燕姿20年前的老歌，一上线就冲进各大平台热歌榜前10。后来在五月天的巡回演唱会天津站，他被请上台合唱《任性》和《步步》，那段视频发到 YouTube 上，1周之内播放量冲破1000万。那一刻，很多观众突然明白，好的表演从来不是演出来的默契，是真的把对方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人，才能在镜头前那么自然的靠近。一段好的合作需要彼此完全的信任，一份真正的默契从来不是设计出来的，而是在时间里一点一点养出来的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愿意相信，屏幕内外总有一些美好的故事值得被认真对待。这就是白敬亭和张若楠用难哄写给我们的答案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